好，来看看今天我呢是给大家伙儿直接带来一个波儿大的视频，那也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传说中的第一大神啊，也就是恐龙快打原版的第一大神 JD。这个勾 D 啊，你怎么绕都行，我们就要 JD 了。其实这个我们也经常解说啊，就是说好，他在打这个暴击。我们现在是看不到暴击啊，但是正常暴击的话呢，是可以通过伤害来判断。那是远古时期，现在呢可以通过插件，当然呢也不算作弊啊。但是呢，这个 JD 大神用不用我不知道啊。这个因为事实上就跟这玩意儿就跟那个显血啊，就跟什么免蜡那种传奇以前的那种感觉差不多，所以说肯定是没什么赖的啊。然后再有一点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啊，汉娜这个角色呢，在整个这个游戏人物当中啊，他的攻击力呢属于是最低的攻击力啊，他的攻击力是最低的，没有之一。但是呢，加上暴击的加持呢，也还好一点啊。这个如果是40爆的话啊，那就屌的要死了。那在这里呢，跟大家伙讲一个事儿啊，就是说 JD 大神呢有一个之前是把所有角色的速通记录都破了的。比如说啊，最暴力的角色就是这个麦斯，他是世界纪录。那么同时呢，白人儿，然后还有穆斯塔法，也就是黄帽，这都是啊这个他破的记录，然后以及汉娜。但是呢，他自己又刚刚破掉了自己汉娜保持的记录，所以说也就是说19分钟多啊，不到20分钟就通关了。这个作为一个攻击力比较低的冷门角色啊，其实很厉害了。当然，作为攻击力角色比较低，但是他比这个白人虽然说低，但是白人呢在速通方面上啊，这个可能会更慢一些，因为他人物机制的问题啊。好，感谢我们的渊一哥一手大金卡。那这个开局啊，我们就给大家伙带来这个恐龙快打的这个写实的路子啊。好，我们看看1234的这个节奏啊。好，来看看，举起来，一个桶就能砸死啊，一个桶就能砸死。好，看看。直接一砸，12转，12转，11转，这个没有，你看在没有小怪的时候，这个 BOSS 就是这个，对吧？就感觉有点像鱼肉一样啊，就案板上的鱼肉一样，就干。好，直接这两个老兵啊，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这两个。好，我们看看前手，对，这个是速通，而且是人脑的世界纪录啊。好，我们看看一顿撞啊，这个这里面呢，我们看看啊，长发飘飘的汉娜开车啊，双手握紧方向盘，大哥你不换挡的吗？啊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是要被车炸死啊，被这个雷给炸掉的。炸掉之后呢，咱们打的会更快一点。但是它是连创带炸，看不看见？这是新的套路，连撞带炸啊。好，落地血杀啊，先打一个波大，1234再血杀。这个血杀的一瞬间啊，这个雷刚好爆炸，但是咱们有无敌判定。不过最后呢，还是选择一套招直接打死。这一关整整啊用了不到1分钟时间啊，就非常的啊，你懂的啊。好，我们看看这边直接一顿抽啊，一顿抽。我们看看这个 BOSS 跑的速度非常快啊，他往后这么一撤，好，这个炸正好可以炸死一个小兵，这个爆炸起来的效果特别爽。好的，捡上一个傻干。好。哇，一个雷就炸死啊！所以说要说这个40暴击啊，是真的这个游戏当中的这个变态的这个设定。但是呢，想要保住这个40暴击呢，一定要保证自己不挨揍啊，一定是无伤。所以说啊，这个效果啊是非常的难。我们看还剩3发子弹，他是先吃，看不看见啊？所以说他觉得这个雷应该是够了，但事实上呢，他刚才。手上有3发子弹啊，他可以把3发子弹先用掉，但是他没用。好，我们看看，前一个跳 A， 落地，一个雷直接炸死。你看啊，一个雷可以把这个胖子
直接全部炸死。小的时候看到这儿啊，就觉得特别的诡异。为什么诡异呢？因为一帮胖子往那个金币那里冲，有的改版的那不是金币，是奖杯啊，金杯。但是呢，什么意思呢？大概的意思啊，就是说啊，就是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是吧？啊，好，可以看到这个前跳，哎，血杀1点，挥空，然后1、2、3摔过来，然后打逆向回身，他摔到背面啊，你可以看到可以卡着，好反跑，他没有反跑，他选择贴身啊，这要反跑了，摔过来，这个猎枪几乎是没有用的。我们看看1、2，直接一脚踢死，就这个样子啊，他也仅仅是刚到5分钟30秒啊，刚刚是5分钟30秒，就已经打到了第5关啊，第4关刚刚的结束，那而且到这里面才讲了第1条命。这个有的时候可以利用奖命啊，然后呢让自己呢形成一段的这个无敌时间，倒也不是说怎么样啊，虽然说是 bug 啊，但这个 bug 是非常合理的。好，他选择让这个胖子呢把这个恐龙打起来，只要你把所有的小兵全打死，这个龙是不用管的啊。所以说，而且那个胖子你不用管他，胖子只要把那个霸王龙打起来之后呢，这个胖子就跑了啊，他就跑了，所以说你不用管他啊，所以免着打他了，只要把地图上所有的人类全部清掉，那么这个小兵就直接啊，对吧？这个龙就直接变异回来了啊，就是狂暴型的龙就变回来了啊。好，一个波儿大啊，摔过来，1、2，血杀1点。你看这一个雷，好了，这个雷血量还是少一点啊，没炸死。好，一个刀直接给他劈死了。我们看看啊，拿上这个乌兹枪，好了，你看后面那个雷直接把那个兵炸死，但是这个屏幕要拖很长时间啊。好，现在开枪，因为有一个弹夹啊，所以说这个枪该开啊，不要少，血杀1点。好，再波儿大，这个拉什一套打死，捡枪，好了，满血满状态，外加48发乌兹冲锋枪。我们看看，先开枪，啊，后面那个兵已经死了，血杀1点，压制起身。好的，这是打到了兵身上，血杀1点，利用无敌效果，再波儿大。你看他这个拿枪打你一杵子的时候呢，咱们是无敌的啊。好的，直接把这个马云搞死。马云死掉之后，我们看看，2把乌兹枪，然后马云变身。一会儿看看这个龙刚上来可以先打一套的啊，1、2、1、2、1、2转身，1、2、1、2、3，好的。好了，可以开枪突突了啊，反正是40暴击。好，再来，直接突死啊，完全不考虑这帮人的感受啊。好，我们看看第6关啊，第6关其实对于高手来说啊，反而是最简单的一关。这个 BOSS 设计呢，可能对于咱们玩家来说啊，特别的反人类，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啊，真的不是啊。好了，看看踢过来，连续的血杀啊。好，直接踢死啊！你们一天天只关注这个汉娜的骆驼纸啊，这汉娜的骆驼纸让你们心不在焉的啊，都啊非常强势啊。好，连续的踢啊，直接搞死的路子。好了，看看跑过来。这个雨啊，在空中你看还是斜着下的啊，面对着自己下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速通记录，全世界的汉娜速通记录啊，人脑啊（括弧人脑啊），而且是美版，不是日版啊，兄弟们。当然很多人说美版和日版有什么区别？我个人感觉区别肯定是有很多的细微的地方，但是呢，最主要的地方就是日版只能双人玩，而美版可以3个人玩啊。好。版本怎么看暴击？看伤害如果你玩的时间长，你一看伤害就知道暴击是怎么回事了。30爆和40爆呢，它是不一样的啊，或者是原本的这个攻击力啊。
一共有7段的攻击力啊，每一段的攻击力都不一样。但是呢，我个人认为，如果说在骗暴击的过程当中不测试的话，那么就有可能是用插件啊，但是呢，插件呢并没有说违反什么游戏规则的样子啊。这个类似于像什么呢？就像我们说的那个热血传奇的那种免辣鲜血这种感觉啊，这种感觉。好，来看看，伤害高是很正常的，这个很多人好的你要杀幼吗？他用妹子杀幼，兄弟们，一个汉娜啊，不是用穆斯塔，不是用麦斯也能杀幼。我们看看再波大，好的，还能再练2个吧 ？OK， 不用练了，1、2、3，1、2、3转身1、2、3、4，一个正脚背直接踢死。好的，这个幼体是一个变态的姿势倒地，然后直接闪光。啊，我们看看，直接杀幼了啊！想想这个韩国人在这个日本海域啊，直接捕捞到了一个，对吧？捕捞到了一个传说中的啊，叫做什么啊？传说中的32条腿的这个章鱼啊，可能是核辐射变异出来的啊。那这个也差不多的感觉啊。今天没有拳皇97的比赛啊。好。哇，你看这个妹子啊，她拿这个炮筒的时候，妹子拿炮筒的要跟大家伙儿扯一个事儿啊，一定要跟大家伙儿说清楚啊。妹子拿炮筒的时候呢，她是有非常强的后坐力啊，你懂的啊。好，传说中的水猴子，确实啊，你们可以搜到这个新闻啊，对吧？有32条腿。就是说，很多人说啊，有变异的，比如说有这个断足，然后再生，或者说幼体的时候有一些基因体变了，它无非从8爪鱼已经可以变成，对吧？10来只爪子，但是你32只爪子这个事儿怎么说，对吧？这个有点太变态了啊！我狼又帅了，那可不是被你滋润的嘛，对吧？我们家情妇滋润我，当然帅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看看这边 L8 到第40啊，这是有电梯的啊，这个你们知道就好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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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。水猴子不都是民间传说嘛？这个都是扯犊子啊，都是。好，可以看到一只小刀啊，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小兵打死。离近了就是短刀一顿续，离远了是撇刀啊，撇刀。好了，感谢我们的一哥一手办卡支持我了啊。第33，这个打完之后还有一层啊，你可以看到啊，这个电梯怎么说啊，逃不了电梯梗。一套招正好能打死一个胖子，但凡是30暴击就不行。这个肌肉男麦斯可以啊，肌肉男麦斯呢，他是可以怎么样呢？就是说他可以30暴击就一套招打死一个1管血的兵，啊，40暴击的话也当然的更可以了啊，这个不多说了啊。好，1、2、3、4，哎，我们情妇直接滋润了我一手啊，一手飞机。我说的滋润不是这个滋润啊，这个滋润多多少少有点那个什么了啊。情妇大气，是吧？情妇是这个对吧？人狠话不多，就是一顿摸，摸完就是唠，唠完一顿是吧？一顿是吧？哎，好。其实他第一关骗了2波暴击啊，骗了2波暴击。这个插件是什么意思呢？跟大家伙讲一下啊。这个你比如说咱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恐龙快打的这个版本，它直接就把这个暴击显示在屏幕上，也就是屏幕你的血管的这个右下方啊，就会显示你的暴击数。但是呢，你的插件呢也差不多是这个原理。这个类似于像什么呢？比如说咱们玩三国战记也一样。咱们有这种显血或者显示攻击力、抓取内存的这个功效。比如说，当然三国战记呢更合适一点是在哪儿呢？比如说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兵他还剩多少血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小兵呢，对吧？啊，什么情况啊？这个就是可以看得到吧啊。
所以说贪分玩家呢可以用这个效果，而且还有积分器。比如说咱们的玩家，无论你打了什么建筑，比如说打了什么障碍物啊，或者拆了什么箱子，多加了500分、100分的无所谓啊。比如说不小心吃了个金子5000分啊，银子什么1000分的啊，无所谓啊，这都小事儿。你只要吃了呢，它那个插件是不会显示的，不会显示你多吃那个分数。所以说你一定会到什么38000多少升一级，然后到多少分再升一级。你防止你连招的时候升级，或者说你想要利用升级秒杀的时候的怎么控制升级的方式啊？大家伙能理解我说的吧？啊，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啊。好，每天被我搞得不上不下的。好的，再摔过来，这边是反跑，波儿大1-2，浑身一摔1-2-3-4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好，一个波大，直接死一个，再打一个就死，剩下一个 BOSS 啊，怎么打都行。你看没看见？这种情况下不要用摔了，一脚踢死是最直白的、最直接的。好了，可以看到啊，连最难的关卡都过了。那他打到第7关，仅仅用了16分钟不到啊，因为算上开头的片头。然后再加上刚才这个死的一瞬间，不到16分钟，而也就是说他最后一关只用3分多钟就能通关，也就是说啊，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啊这个 GD 大神啊，你可以看到啊，屏幕的左下角 GD 没毛病啊，他又换名了啊，这个人这个老换名字，不过换名字都能认识啊，都能认识。好，来看看。你可以看到那些培养皿当中啊，什么9号、10号、11号的这些培养这个恐龙的，都是有点像人类和恐龙的结合体。慢慢的啊，这个你看11号就是什么呢？11号那个破碎的就培养成功了，就是 TYROG 的第2代啊，也就是俗称为这个附体为胖子的。当然你会发现啊，虽然说呢，附体为精英怪的那个 BOSS 呢，才是最终的 BOSS， 也就是第6关的最终 BOSS。当然咱们杀鼬啊就无所谓了，看不到了。但是你会发现呢，从第6关开始啊，从第7关、第8关，但凡你能看到的，全都是复制体的2代的版本。也就是说，胖子才是啊，胖子和恐龙配合才是这个试验的终极体，对吧？这个精英怪的那个 BOSS 就是刘青云啊，长得像刘青云的那个第1关的那个 BOSS 精英怪，他跟恐龙这个基因配合，并没有胖子跟恐龙配合这个实惠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游戏呢告诉我们，胖子才是这个星球上最牛逼的人啊。大家伙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吧？啊，好，速通是用这个麦斯啊，而且麦斯用17分钟多就通关。但是呢，由于咱们妹子的攻击力是最低的啊，当然呢，她虽然说比那个攻击力排名第2的这个白人啊杰克要快一点，但是呢，杰克由于他人物的机制啊实在是太垃圾，所以说呢，能晓得吧？啊，因为他太垃圾了啊。好啊 ，GD 是全记录了，他本身就是全记录，但是这一次呢，他是又破了自己曾经的记录。我在今年年初，也就是2021年的年初，是解说过他的这个汉娜的自己的记录，但是呢，他现在又破了自己的记录，更新了自己的记录，所以说这个很难得啊。好，该波大波大啊！很多人说这么费血合适吗？首先第一点，最后一关的 BOSS 并没有那么强势啊，这是第一。第二一点呢，就是说这个前面有一个非常牛逼的大补啊，这个大补呢，正常咱们为了猥琐玩啊，都是把这个箱子抬到后面去，生怕自己有什么危险。但其实对于绝顶高手来说，打最后的这个 BOSS 其实是根本不需要大补的，因为最后这关的 BOSS 呢，他只有一个小逼崽子啊，就他自己，也就是说这个宋小宝。这个宋小宝呢，这个变身为龙，然后再变身为双头龙，只有他老哥一个啊，最多就是拖一拖时间之后呢，有一帮小崽子出来撇飞刀啊，也就是这么回事了，所以说就比较简单啊。好，来看看呀，好，直接好变成双头龙了啊！哒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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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好，来看看，先打一套，然后抓过来一摔捡枪。这个枪呢发的这个，哎，你看打一级段打啊，给他推回去，然后再打，反正他也不倒地。好，48发全发完，波尔大摔过来1、2、3、4，直接打死，19分钟53秒，抛出去之前的这个片头，大概19分钟40多秒钟，就直接结束了。啊，来自于 JD 大神的全新世界纪录。以前我们记得用这个麦斯啊，有肌肉男打到20分钟之内，最开始很多人说，哎呀，好难哦。但是呢，现在从这儿一看，你看他都没挨过打啊。从来都没挨过打，他除了最开始骗暴击之外，骗到了暴击之后没有挨揍，全程就是波儿大，然后就秒杀。总体来讲一句话就是干。所以说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恭喜JD 大神再次破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，同时呢也是感谢大伙收听。如果大伙喜欢我狼解说，可以点击评论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。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